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，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。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大锤子他很爱你，他不会嫌弃你，他为了你牺牲了自己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但是我真的好痛苦。我忘记不了那些鬼子的面孔，我忘记不了大锤子死在我面前的样子。小梅，我知道，虽然我们是女人，可我们不是弱者，我们是一名军人。我们的命是留给小鬼子的，我们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，让更多的人远离战争所带来的灾难，明白吗？小梅答应我，好好活下去，好吗？答应大锤子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们，好好的活着。香玉怎么样了？已经睡了。锤子死，对他打击很大。小美受尽了小鬼子的折磨，现在大锤子又走了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这老天对他太残忍了。这群畜生，你告诉香玉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坚持到底，不要辜负锤子的希望。我们出山抗战整整7年了，在这7年里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我们没有给川军丢脸。不过也有很多兄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们，先是一鸣，再是锤子，就连香玉也遭遇了不幸。
再没有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了。战争太残酷了，它夺走了我们的家园，夺去了那么多兄弟姐妹，还有我们同胞的生命。这无休无止的战争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你放心吧，这战争快要结束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，就剩这最后一口气了。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就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。天兄，我相信你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，因为我是军人。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，保护老百姓。我绝不会退缩。国家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军人，老百姓才会有希望，国家才会有将来。放心吧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相信。这样都能让他们跑了？饭桶，全是饭桶！看个女人都看不住。嘿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就走吧。报告，百元将军到。欢迎将军。范将军，我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听说你们这里出事了。非常抱歉。抓个女人还能让她跑掉？你真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。对不起。我不要只会说对不起的部下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，你在战场上好好表现，不要再输给潘天雄。哎，我愿意赌上我的性命和荣誉，向你立誓。我一定会提着潘天雄的头来见你。好，统领你们旅团，作为先遣部队，我要求马上进攻。进攻！嗨！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豫中的战局完全乱了。江定文和汤恩伯把近20万大军扔在洛阳西南方向，自己却逃命去了。尤其是这个汤恩伯，还把电台关了，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他。
那狱中的部队可怎么办？4个集团军呐，没有一个接到明确指示，只命令他们西撤。所有的人马全都拥堵在公路上。好在潘天雄挺身而出，他下令36集团军殿后，掩护其他的部队撤离。韦作本来非常生气，听了这个消息，才稍稍宽慰一下。不管怎么样，蒋汤2人的官位肯定是保不住了。潘天雄在前线抵抗日本人，可是汤恩伯的精锐部队一点都不出，还逃到洛阳，真的是太懦夫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潘天雄啊，日寇10几万大军，他一根独木，能顶得住吗？报告司令，顾司前线，日军向我前线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，我军104师已经开往前线。对方火力太猛，咱们伤亡惨重。传我的命令，必须死守，绝不让鬼子前进一步，给后方的大部队争取时间。是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报告大总，我们副部兄弟被川军和八路夹击，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八路，八嘎！冲！八路军来抓我们了！冲！大总，我们撤离吧。撤！保护大总撤离！快！潘司令，这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张团长，这是36集团军的潘天雄潘司令。潘司令，就要拿命。感谢啊，感谢你们能来支援呐！来，请坐，请。我们听说鬼子抢渡了黄河，汤恩伯却带着精锐部队不战而逃，把地盘白白送给了鬼子，整个狱中也是一团乱麻。只有你潘司令带着36集团军独立抗敌。我知道后马上汇报了领导，把驻守在河南的部队调过来驰援。谢谢，谢谢黄英同志。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们36集团军可能就亡在古村了。老蒋一直不相信共产党，可是最后能跟我们一起面对并肩战斗的，还是共产党。应该的。我们刚收到消息说，鬼子已经集结了20万大军，而您的手里只有3万兵力不到，你们怎么能抵挡得了鬼子呢？我们沿着古村的20公里纵深阻敌，就是为了不让日寇接近马驹桥，进入豫西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你们请看。首先呢，我先派潘仁杰104师取到云梦山，退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再让铁路山的部队达到这个位置。钱大发呢也带着一支部队达到这个位置，3支部队在天池山口围成一个口袋阵，而我呢就是右耳，
先阻敌后引敌，把敌人引到这个位置，口袋一扎，拒而歼之。潘司令果然想得周到，不过按照您的这个方案，最多能抵挡住范岛旅团。等到他们20万后援大军一到，恐怕就抵挡不住了。司令也知道我们兵力有限，所以不敢有太大的奢望。不过这次小鬼子气焰十分嚣张，攻城略地，视我军如无物。我们这次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而且古村呢，是我们在豫中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了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通过。占据了古村阵地，就占据了全局，为我们的友军撤退减轻了压力，保存了有生力量，也为我们下一步歼敌创造了条件。这个天池山口，就是日寇的坟墓。报告。将军，我们已经连续冲锋5次了，仍然无法突破川军的阵地。那就再组织进攻，命令士兵不要停止，一鼓作气，彻底击垮他们。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半路里杀出一个独立团，使我们侧翼受敌，来不及回防，所以就输给了潘天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这是欧良的借口。我只要结果，结果你明白吗？是将军，明天下午之前，我们一定会占领古村，打倒马俊昌。我要消灭川军，消灭潘天雄。范岛这个家伙，昨天晚上没有占据古村，今天一定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。因为拿不下古村，他们就根本靠不近马驹桥。铁油山的部队已经到达什么位置？已经到达了你指定的位置。果园前参谋长也在向观音堂进军，估计今天中午之前也能到位。潘仁杰也带着104师往指定的位置集结，现在应该在云梦山附近。你设定的口袋现在马上就要张开了。我明天将派第9混成旅团从侧翼出击，从云梦山下到马驹桥，这样他的防线就不起作用了，而且对他形成的夹击，他必败无疑。所以我们这边一定要挺得住，挺过今天中午，我们这3支部队到达了一个指定位置，我们把敌人引进口袋里。这场战役即便不能全歼，也能击溃他们，我们就会反败为胜。司令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挺住，就算用石头砸，用牙齿咬，也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。这就是精神，我们川军就要用这种精神去战胜敌人。司令，不好了，鬼子从侧翼进攻马驹桥，现在已经占领了云梦山。鬼子占领了云梦山，就等于抄了我们的后路。司令，人杰就在云梦山附近，很有可能会遭到鬼子的伏击。他的作战经验比较少，我怕会抵挡不住。要不要派兵去支援他？不，以后的反击战才是重中之重，绝不能抽兵了。给104师发电报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我们。听我回消息声，现在没有支援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撕掉云梦山。通知所有人，与我死战到底。是。小心！
一直都没有回复。出什么事了？这已经失去联系3个多小时了，难道真的中了敌人的埋伏？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！半岛旅团疯狂进攻，我们的前线已经快抵挡不住了。我们已经尽力协助你们守住防线。你们的3支队伍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指定位置104师在云梦山遇到了伏击，一直联系不上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104师，那不就是任杰的？现在不是讲究个人感情的时候。104师出了事，不能赶到指定地点，我们必须做出反应，补上这个空缺。张团长，恐怕还得麻烦你帮我们一次。都是协同作战打鬼子，有什么帮不帮忙的？潘司令，您尽管说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希望你们绕过云梦山，直奔天池，去补充104师的位置。等你们的部队到达位置之后，我负责诱敌深入。潘司令，我建议我和张团长留守，负责诱敌深入，您亲自带着主力去填补你们104师的空位。那怎么行啊？诱敌的任务很危险，你们能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，不能让你们再冒这个险了。潘司令，您听我说，第一，我们8路军人手不够，兵力不足，没有能力守住您指定的位置，容易被敌人突破。第二，张团长的部队是首次和你们在战场上合作，比起你们集团军内部的配合，默契不足。第三，我们现在和敌人正面交锋，饭岛旅团的气势很足，倘若找准时机佯装败退，他们一定会紧追不放，所以还是我和张团长来诱敌比较合适。如果你们执行这个任务，将死伤惨重。如果这次我们诱敌计划不能成功的话，那就是一个重大失败了。司令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张团长还有黄政委说的对，你就答应了吧。那好吧，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力掩护你们，争取时间。潘司令，天池再见了。天池见。走。任杰，到！参谋的命令，部队马上集结，我们向天池进发。是。跟古村，进攻古村，全干！他们已经撤离，而且走得非常狼狈，很多东西没有带走。潘天兄，这次你输给我了吧？报告大佐，这里有一封信，是潘天兄留给你的。你
让你念你就念出来，磨蹭什么？嘿，范同小儿，从福将起，你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待了这么多年，赢过老子一回吗？今天老子有要事在身，不陪你玩了，我们改日再打。潘天雄。潘天雄，今天就是你我清算的时候了。报告，敌人从天神山方向突破了，马上追击！今天必须全歼潘天雄的队伍。嗨，人快出发！停！司令，这里就是天降台，下面是条小路，旁边就是峡谷，纵深几十里，非常适合埋伏。鬼子的特点是人多武器好，也有飞机的掩护。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地方，空间狭小，山峰耸立，投弹根本就没有目标，机动范围只有10几公里，他们的重型武器施展不开，而且呢又是土路，他们的坦克车辆进不来。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，断了鬼子的后路，我们就可以瓮中捉鳖。现在我担心的是，范岛会识破我们的计策，不肯过来。铁师长，这点你大可放心，司令啊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这个范岛肯定会上圈套的。司令给范岛留了封信，嘲笑这个范岛呢是司令多年的手下败将，所以说这个范岛一定会上当的。福将一世，这个家伙记恨了我7、8年呢，始终跟我过不去啊！可见这个家伙气量狭小，我写信挑衅他，他肯定气不过，一定会在战场上跟我刀枪相见。在这种不理智的情况下用兵啊，就很容易被我们迷惑。范岛这王八蛋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！我们现在扫了104师，已不足。那里的地形比较复杂，易守难攻，我怕对我们不利。留下潘天雄不杀，那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不利。今天是全歼潘天雄的大好时机。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！追！延续前进！国村那边的情况如何？古村已经拿下，但是潘天雄逃走了。这不太像他的作风啊！可能是敌我的力量太悬殊，潘天雄他怕了。害怕？
那个潘天雄死都不怕，什么能吓得住他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他们具体是往哪个方向逃走了？应该是往天池山方向。天池山，这个天池山的地形像个布袋子，这是陷阱！糟了，范岛大佐中计了！给范岛旅团发电报，让他们原地待命，不要深入攻击。嗨！张团长，张团长，停！鬼子似乎对我们的计划有所察觉，他们放慢了脚步，跟得不紧了。前面就是天池山了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跑了。要不要再加一把火，把那个范岛惹毛了，这样就不怕他不追上来了。这个主意好。炮兵，怎么回事？哪里开炮？大佐，是敌人的炮弹。我还没有打他们，他们就开始轰我了。命令部队，全速前进，我要冲垮他们。大佐，可是白猿将军提醒我们，要提防潘天雄的诡计。怕什么？就这点残兵败将，能打得过我们10万大军吗？等我们打到天池山附近，云漫山那边的部队也会赶来，到时候2队合围，潘天雄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。统领全军，追击！哎，追击！司令，八路军引小鬼子上钩了，他们已经进了峡谷，正朝咱们这个方向过来。大佐，我们中埋伏了！慌什么？打！打！
突然间冒出这么多敌人来？团总，我们上当了，我们被敌人三面夹击了。集中火力，向东边全力突围。嘿！向东突围！司令，范岛向原路返回，从山谷口撤走。铁路山不是断了鬼子后路了吗？但是兵力不足，支撑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突围出去的。长的命令，告诉铁路山，不惜任何代价要死守，一定要把范岛旅团全部歼灭。是。往上了，范岛！下来！弟兄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什么时候你就去吧，回来！你听我说多少次才明白？不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，守卫防线。继续打！上来！大佐，前面有敌人的支援部队，如果要冲过去的话，我们会全军覆没的。
硝烟散尽，无语走远。赤子之心，红了一片天。铮铮铁骨，且与山河作伴，一生这。